接下来的加密货币牛市即将到来啊，而且肯定是比起2021年的牛市还要来得大。现在呢，已经不是是否会发生的问题啊，而是什么时候会发生的问题。而且现在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抓住下一波牛市最好的项目啊？因此，今天呢，我会分享3个市值还小的项目啊，而且有机会成为 Top 50的山寨币。我认为呢，在下一个加密货币牛市中，这些项目的表现会非常的好。我们直接进入我们第一位 Pendle。Pendle 呢，在昨天已经上了币安交易所啊和币安的 Launch Pool。从今年年初到今天，Pendle 呢已经涨了20倍。当然，能够涨20倍的项目，不可能是完全因为最近上币安的交易所。更重要的是呢 ，Pendle 因为创新性的提议，在加密货币社区中引起了轰动。Pendle 呢是一个无需许可的收益交易协议，用户可以在其中执行各种收益管理策略。简单的来说呢，它是一个平台，通过提供各种选项，让用户选择退出、对冲或甚至加大他们的收益，从而为用户提供下一层次的收益控制。这里呢有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这一点。假设你可以以14%的折扣来购买以太坊，比如说今天的市场价格是1950美元，但是通过 Pendle 你可以以1676美元的价格购买同样的 ETH。 那唯一一个问题呢，就是它有一个到期的期限，你只能在某一个锁定期后获得你的 ETH。 比如你今天购买的 ETH 呢，只能在2027年12月30日赎回。但是对于那一些看涨的币种啊，想象一下，如果你是长期投资者，你本来呢就是想要拿到2027年的到了2027年很有可能呢 ETH 的价格已经是1万美元了。那么你们觉得这笔交易你们觉得值得吗？那么究竟是什么让 Pendle 与其他的项目不同呢？究竟是什么原因让 Pendle 涨了20倍呢？其实并不仅仅是币安上市这件事情推动了 Pendle 最近的涨势啊。那我们发现到了链上的数据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其中一个特别的事情呢，就是鲸鱼正在加入 Pendle。在币安上市的预期下，一些 Pendle 的鲸鱼将大量的币转移到了交易平台。根据链上数据分析公司 Look On Chain 的数据，3只鲸鱼特别存入了合计560万的 Pendle，价值高达650万美元，这是在上市公告后的几个小时发生的。那这些鲸鱼的 Pendle 流入，真正展示了他们对协议长期潜力的信心。那最近里程碑和创新包括 Pendle 已经超越了总锁定价值 TVL 1亿美元的大关。那 Pendle 的 TVL 从2022年的7月份到2023年的6月份增长了20倍。然后 V2 升级使 Pendle 成为一个真正无信任和无需许可的协议，其中包含了一些像资本效益、LP 风险和费用收益等方面的重大结构改进。然后通过 Arbitrum 上的池子，这让 Pendle 用户通过添加另一个奖励层，即来自 Camelot 的费用，可以获得更多的奖励。更重要的是，Grail 持有者可以使用 Pendle 的设施，管理他们在 Grail ARB、Pendle ETH 和 ARB ETH 的 LP 位置。总的来说呢， Pendle 的用途在于你可以购买更便宜的加密货币，但是有期限限制的。这引起了一些长期投资者的关注，特别是鲸鱼的关注。那加密货币市场每一天都在创新，只要你满足了市场的需求，市场就会接纳你。那 Pendle 的创新解决方案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投资方案，提高了他们的投资回报，因此市场接纳了他们，价格也开始暴涨。那今天第2个代币就是 Mantle， 这是一个使用模块化结构构建的高性能以太坊2层网络，提供低费用和高安全性。通过使用 Optimistic Rollups， Mantle 可以将交易进行分批处理，并在链下处理它们，从而提高交易速度和可扩展性。同时 Mantle 与 EVM 兼容，因此 Solidity 开发者可以轻松地将他们的智能合约技能和现有的工作移植到 Mantle。 那我们深入研究了这个项目，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原因，说明 Mantle 呢是一个优秀的2层解决方案。第一点呢，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序列器。当一个区块链由单一服务器支持时，网络可能会遭受到停机的影响。那通过去中心化的序列器， Mantle 提高了链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那第2点呢， Mantle 使用了多方计算，也就是 MPC。 那 Mantle 使用 MPC 在数据验证过程中
最小化信任风险。有了 MPC 节点可以共同验证区块数据，同时相信每一个其他节点都是诚实的，这使得 Mantle 提高了安全性。那第三点就是 Mantle 可以利用 Agent Layer 提供的可用模块化数据。那 Mantle 可以利用未使用的节点资源，那这些资源可以产生更多的区块空间。因此 Mantle 在不牺牲安全性的前提下，提高了链的可扩展性。那 Mantle 是由 BitDAO 开发的。那除了技术专长 ，Mantle 还可以利用 BitDAO 的生态系统。一些例子包括他们的项目，比如 Game7 和 Education DAO。那 Mantle 呢，还有一个提案生态基金，总额是为2亿美元。那这些基金呢，包括未来如果有其他项目的团队想要在 Mantle 的区块链上建立，他们会提供资助。那另外呢 ，Mantle 的另外一个合作伙伴就是 Bybit 了。那 Bybit 在 Mantle 的开发过程中提供了帮助，同时 Bybit 也承诺支持 Mantle 的生态系统，而且相信有投资 BitDAO 的朋友都应该会知道 Bybit Mantle 的空投活动即将来临。那么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获得免费的 MNT 代币，那么你们就得关注今天的视频了。那么 MNT by Starters 是分别为 Whitelist Genesis Offering 和 Public Genesis Offering 的活动。那参与者呢，只需要在指定的时间投入100 USDT， 就有机会获得 MNT 的空投代币分配。那 Whitelist Genesis Offering 呢，就是白名单发售。你们只要在7月5号的早上8点前持有 BitDAO 和100 USDT， 在你们的funding户口就有资格参与这一次的空投活动了。那 Bit 的快照时间是2023年的7月5日。4.0 UTC， 也就是早上8点了。那认购期呢，就是在2023年的7月6日10点 UTC 到2023年的7月11日6点 UTC。那公布结果的时间是在2023年的7月11日9点 UTC。那获奖者的总数是12500位啊，那分配的总量是250万个 MNT。活动结束之后呢 ，Bybit 会把你们投入的 USDT 给退还的。那另外呢，就是 Public Genesis Offering， 也就是公开发售。那这个空投是抽1000个到2200个 MNT， 参与的资格就是持有100 U。那么有 Bybit VIP 的用户呢，中奖的几率是越高的，而且中奖的话呢，获得 MNT 的代币会越多。那认购期呢是在2023年的7月12日10点 UTC 到2023年的7月17日的3点 UTC。那公布结果的时间是2023年的7月17日6点 UTC。 分配总量呢是250万个 MNT。 同样的，活动结束后承诺会把 USDT 给退还的。那只要你的 Bybit VIP 的等级越高，你获得的 MNT 就会越多。Bybit 的等级详情大家可以在 Bybit 的网站去了解。那这是每一位普通的用户和 Bybit VIP 用户的分配额度。比如 Non-VIP 呢，就是普通用户可以获得1000个 MNT。 那 VIP 1跟2呢，就是2000个 MNT。 VIP 3跟4是2100个 MNT。 VIP 5 Pro 跟 Supreme 是获得2200个 MNT 的。那最后呢，就是 MNT 将会在2023年的7月17日在 Bybit Spot 上上市。上市后呢，将可以交易 MNT USDT、MNT USDC 和 MNT BTC。 那有兴趣参与的朋友可以点击我的链接，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下方。那今天第3个山寨币呢，就是 Rocket Pool 了，代号是 RPL。 那这是一个在熊市中表现算是蛮出色的山寨币了。那 RPL 在今年的2023年的4月16日达到了它的历史最高点啊。从它的历史最低点算起， RPL 已经上涨了385%。那 RPL 呢，其实是与 Lido 一样的。那 Rocket Pool 呢，也是一个流动性质押平台，它的规模呢是比 Lido 还来得小，但是已经是在它的平台上质押了接近10亿美元的以太坊。规模虽然是小，但是成绩是真的非常出色，就像 Lido 一样。那他们为你提供的质押服务，你可以将自己的32个以太坊质押在那里，也可以在那里运行一个节点，或者是你可以将质押代理给他们。那你可以在这里呢获得 Liquid Staking 的代币，也就是 RETH。 虽然 RETH 呢没有像这个 Lido 的 STETH 那么广泛的可用性，但是你可以在许多地方使用 RETH， 包括 Yield Protocol 以及其他的 Pools 和 Farms， 你赚取更多的利息。实际上呢，Pendle 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 RETH 和
和 WETH 的词，这意味着呢，无偿损失的风险几乎是为零，他们竟然可以给到41%的额外回报，这是其中一个方式，拿你质押的 ETH 来获取高收益。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使用它，还没有听说过它，那么你可能需要考虑一下了。和莱豆一样，想要获取高回报的鲸鱼们是没有购买以太坊的，他们购买的是 RPL。在今年的11月初的熊市低点 ，RPL 跌到了大约13.43美元。此后呢 ，Rocket Pool 的价格到目前为止已经上涨了2倍多，到6月份呢，已经达到了41美元。那 RPL 的历史新高是65美元。如果下一波的牛市到来，那我相信 RPL 突破65美元是非常轻松的事情。那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呢？那大家觉得这3个项目有没有机会在下一波牛市中，在 Top 50里面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币圈大马哥，我们下一期见。